我被小师妹阴了。九州大比，我凭上古神龙一举夺魁。小师妹有毒，诬陷我残害同门，师尊震怒，将我锁在雷阵，日夜消磨修为。顾铮，你可知错？大师兄，我真的没有推小师妹，是她自己跳崖陷害我，你被她骗了。雪柔怎会拿自己的性命陷害你？分明是你心思歹毒，杀他不成，还要冤枉他。大师兄，都怪我得到你和师尊全部的宠爱，惹得师姐眼红，才让她铸成大错，你就原谅师姐吧。我眼红你？明明是你眼红我，在大比中高高盖过你。够了，不就是大比拿了第一，区区元婴得意什么？雪柔，你就是太善良了，这样恶毒之人，该给他个教训。大师兄，你挑断他的手脚，他可再难修炼了呢。哼，这只是个小小惩戒。顾铮，谋害同门是死罪，交出上古神龙献给雪柔，届时我向师尊求情，或可免你一死。交出神龙？你既不能修炼，留着神龙也是浪费，不如给雪柔。等雪柔飞升，我与她做道德双修，定然也能飞升。原来你跟他早已勾结，你们故意设局，就是想毁我修为，骗我交出神龙。你现在才知道，晚了。我要禀告师尊，师尊会为我做主。你怕是没有这个机会。何事郭长？师尊，救我！何事郭长？师尊，江陆雪柔设局害我，想要抢走我的上古神龙。启禀师尊，雪柔境界停滞，需借神龙破境。你身为宗门师姐，连这点力都不肯出吗？我不出力。这些年我出生入死，所获天材地宝全都给了他，你们竟然在说我不出力！师姐说什么呢？我是神奇后人，天生神虎，修为自然一日千里，跟你可没半点关系。就是，即便没有天材地宝，雪柔修炼也比你快得多。是吗？那为何还要抢我的上古神龙？师尊，当日拜师大典，陆雪柔抢了开天的凤凰，我只有死期龙蛋，你将宗门所有资源都给他，我无人再遇，历经艰辛，精彩凤凰神龙，都是原因，你是不能让给他。雪柔是神奇后人，他日必定飞升上仙，带领天眼宗成为九州第一大宗，一解传古。帮助雪柔修炼是你唯一的价值，还不快快换出神龙献于雪柔？原来师尊是这么想的，在你眼里，我只是陆雪柔的垫脚石吗？你可总有一日当我是你的徒弟。区区凡人，蝼蚁罢了。就是，凡人就不配修仙。教你们术法已经是师尊恩赐，蝼蚁还妄图飞升？蝼蚁！这些年我把你们当做兄长父亲，掏心掏肺的对你们好，就把你们当做蝼蚁。师尊，既然他不肯主动交出神龙，不如直接剜下他的心，用心头血便能召唤神龙，让他认主雪柔了。现来！师尊，你要杀我！既然你们这么想要神龙，我就让你们看出来。以我神魂召唤神龙，归墟天地同灭！快跑！对不起，国宝，是我识人不齐，害你跟我一起灰飞烟灭，今生没能让你化险飞升，若有来世，我定不负你。我这是重生了。恭喜顾师姐夺得内门大比第一，成为师尊亲传弟子。
马上就能拥有上古神兽了。上古神兽？是啊，得上古神兽者，飞升成仙一步之遥。只要勤加修炼，最差也能修到元婴呢。想不到我竟重生到拜师大典，前世一切悲剧都从这场泽兽开始，今生我绝不重蹈覆辙。顾征，上古凤凰与上古神龙，你要选哪个？我想，师尊，徒儿修为低微，不如2个神兽都给我吧。都选，他也重生了。顾征，前世让你选走神龙，害我天才荒唐全被你抢光了，还惨死在盗火之中。这一世2只神兽我都要选，飞升成仙的人只有我。2只都选？那顾师姐怎么办？看来陆雪柔并不知道神龙的秘密，正好我再给你添一把火。求师尊怜悯。雪柔说的也有道理，顾征你是师姐，理应爱护同门，就让一让。我不让。菜就多练，这不是你抢别人灵兽的理由。顾征休得胡闹！到底是我胡闹，还是师尊偏心？天眼宗千年门规，弟子入门需从外门做起，直到内门大比第一，方能成为亲传。这期间至少10年磨砺，他才入门7天便被收为亲传。那我们这些人多年的努力算什么？凭什么？就是凭什么？这不公平！师尊太偏心了。师尊，请你给我们一个交代，请师尊交代。你们是在质疑我？雪柔乃神奇后人，天生真骨，不是你们这些凡夫俗子能比的。不是我们能比，我等修为远胜于他，只因我们是凡骨，师尊别看不起吗？你是受凡人供奉才修成的地仙骨，如今却将供养你的凡人视若蝼蚁啊！师尊看不起我等凡人？师姐，千错万错都是雪柔的错，你千万别因为神兽就跟师尊置气。师姐想要出气就打我吧。你这么想挨打，我成全你。打你心机绿茶，挑拨师门感情；打你蛮横霸道，抢人神兽；打你心肠歹毒，藐视凡人。你怎么不装可怜了？顾征，你太恶毒了！雪柔已经跟你道歉了，你怎么还打人？真是太让我失望了。你心善，不如把你的七星剑拿出来送给陆雪柔可好？那不行，我怎么火烧到自己身上知道疼了？看来你不是要主持公道，你只是想阻拦我修炼，因为你一直嫉妒我修行比你快，假清高，真虚伪啊！我修为比你高2层，何须致敬你？是啊，用着我全部的灵石法宝，还要我为你炼药护法，你才比我高2层。什么？大师兄一直占着顾师姐的资源，还是双倍资源，修为也只比顾师姐高2层，这能力也太差了吧！都给我住口！顾征一向对我崇拜敬仰，从不敢违逆，今日怎么回事？看来他也重生了。师尊，我的脸！孽障！殴打同门，还不跪下！我不跪！大胆，竟敢忤逆师尊！孽障！你要作甚？我视你们如兄如父，却当我是蝼蚁草芥，此等蔑视凡人的宗门，不要也罢。今日我与天眼宗分断一决。不行，绝不能让他就这么走掉。站住！师姐，你的修为术法皆来自宗门，你本是凡间孤儿，宗门养你这么多年，施恩如山，岂能说走就走？混账！天眼宗是你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的吗？正因我是孤儿，才把你们当做家人，全心全意对你们好。这么多年，我给你们当牛做马，出生入死，献上多少天残地宝，我早已不欠你们。天眼宗规矩，想要离开宗门，须过此阵。顾征，你可有想清楚了？这是宗门雷阵，走过此阵，修为尽毁，丹田尽碎呀！只怕连命都没有。雷阵，前世我受的还少，正好借此斩断和天眼宗所有因果，从头来过。顾征，只要你现在跪下认错，本尊便饶你不死，留你在宗门做个粗使丫头。你做梦！顾师姐，顾征，别再逞强了。失去修为就是废物，没有天眼宗的庇佑，
你比蝼蚁还贱！蝼蚁，你们这些践踏反骨的人，很快就会知道蝼蚁的力量。师姐，顾铮，前世你靠着上古神龙才赢过我，可惜今生他是我的了。从今以后，我会步步飞升，成为众人敬仰的天骄，而你只能缩在凡尘角落，变成人人唾弃的废物，连畜生都不如。你错了，命运掌握在我手中，真正强大的是我自己。你以为拥有了上古神兽，便能飞升成仙了？我不能，难不成你这个废物凡人能成仙？一个是神奇后人，天生神骨的天子，一个是修为尽毁，反骨蝼蚁。傻子都知道谁能成仙。小师妹，她就是眼红你，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。那就拭目以待，我等着看你们后悔绝望的那天。这一世，我要让你受尽折磨，把你碾成齑粉。今日起，我要走自己的路，修自己的道。对我的欺辱，我会百倍奉还。怎么会这样？陆雪柔不知道，今生她拼命争抢的上古神龙，其实是一枚孵不出的死蛋。上古神龙的血脉早就断尽了。前世，我救下一只越过龙门的锦鲤，为免师尊责罚，我与他结了亲。火宝，鲤跃龙门，过了这道坎，你便是灵兽了。不好，你震碎了他的心脉。火宝别怕，我来救你。这是仙河晨露，可修复你的心脉。他们都以为我这一身修为靠的是上古神兽，岂知不过是2个肉体凡胎，靠自己努力。霍宝，今生今世，你可愿再次与我同行，登岛飞升？你答应了。你玉化龙万幸间醒，你竟拿出本命元丹助我修行，我定不负你。前世我在秘境中寻得一位金仙前辈留下的秘法吞天诀，此法需体魄干净清明，越是没有根基，没有灵力，修越是一日千里。好大的劫云，风云集里都是。此人境界连升10级，从刚刚练气一跃升至筑基大圆满，能力之强，竟在筑基期就引来了天道雷劫。我从炼气到筑基3层，用了整整10年，此人只需要1天。此等天赋，必是天生神骨灵根，最纯最强的神奇血脉。此人若是我天眼宗弟子，何愁不能带领天眼宗问鼎9州第1宗门？幸好雪柔也是神奇血脉，全身神骨，你好好修炼，将来不比此人差。是，雪柔定当倾家修炼，绝不给师尊丢脸。不过，想要孵化2只上古神兽，少不得天材地宝。可徒儿才拜入天眼宗，囊中羞涩。无妨，彭剑，弟子在。雪柔每月的灵石增加10倍，你抓紧搜集天材地宝，都送到雪柔这儿来。是。听闻大师兄的七星剑与上古神龙属性相合，可否一剑？小师妹，七星剑可是我唯一的天机极品法宝，我也要修炼。混账！你身为大师兄，理应顾全大局，照应同门，如此扭捏，哪有师兄气度？这不是我常对顾铮说的话吗？原来这么刺耳。再说，你虽有一劫剑骨，但天赋不如雪柔，理应为他行方便。莫要啰嗦，快把七星剑拿出来。是。从前都是顾铮献宝于我，现在却是我把宝贝献给小师妹。大师兄莫要难过，待我孵出神兽，便把全天下的天材地宝捧到师兄面前，任你挑选。还是小师妹乖巧可爱，比顾铮好多了。莫再提那孽障。是。都散了吧。弟子告退。天眼宗附近没有仙门，更没听说有什么厉害的散修，该不会是顾铮？
不行，我要去看看。有霍宝元丹相助，短短半个时辰，我便从废人直接筑基大圆满了。吞天诀不愧是金仙功法，节气灵兽能和主人共享修为。看来霍宝爷灵力大涨，不仅伤弄好了，还长出了龙角。那些人笑话我们是反骨废物，我们偏要修成金仙，将他们狠狠踩在脚下。陆雪柔，我可等着你孵出神龙呢。奇怪，怎么探不到顾正的气息了？顾正啊，顾正，成了废人连路都走不好，竟然溺亡了。蝼蚁就不配与我相争。就是这里，前世我在天眼宗附近发现巨大灵石矿藏，将它献给宗门，天眼宗便靠着这座灵矿换得无数天才地宝，一跃成为九州大陆前3的宗脉。这一世，我不会再为任何人牺牲，所有灵石宝物我们全都自己用。只是如此巨大的灵矿，还需大量人手开采。多谢仙子救命之恩！快请起！此地是天眼宗辖境，怎么会有狼群袭扰村庄？仙子有所不知，那天眼宗比狼群还要吃人。我们村供奉天眼宗1000年，他却不管我们死活。最近他们突然下令要我们上缴10倍的药材食物，若是不从，便要驱动野兽将我们赶出此地。原来这野兽竟是天眼宗放的，太过分了！他清玄之人靠着凡人的供奉愿力，才修成化神境，竟然如此妄为！求仙子留下，必由岁月交上一切，任凭仙子驱使。我不过是凡人散修，你们真要舍弃千年宗门，选择我？仙子把凡人的命当命，天眼宗把我们当蝼蚁，再打我们也不稀罕。求仙子开宗立派，收我们为徒。也对，这宗门旁人开门，我也能开。好，今日我顾征在此地开山立派，凡通过试炼，品行无缺者，皆可拜入宗门。这次我在碧游村开宗立派，名曰凡人宗，广纳凡人弟子，护佑村民百姓。众弟子同心同德，灵石源源不断，凡人宗也迅速壮大。拜见师尊。顾征的房间怎么这么破烂？来人，是谁偷走了这屋内的东西？大师兄，这屋子一直都是这样。胡说！他好歹也曾是内门弟子里的翘楚，我天眼宗还不至于这般苛待。到底怎么回事？顾师姐的月俸都给了你，没钱吃饭，只能变卖家具了。住口！快把宗门账册拿出来，我还忙着呢。这个月的都在这儿了。这么多，这要打理到什么时候？我还如何有时间修炼？从前顾师姐代理大师兄打理的时候，常常忙到半夜，只能深夜去修炼。半夜？大师兄还是快点打理账册吧，上个月数万月俸还欠着没发，等你想办法呢。我上哪儿赚这么多零食啊？顾征，找顾征！顾征师姐已经被你们气走了。顾征孤身在外，日子定不好过。我只需再熬几日，等他熬不住了，自然会回来，跪求我原谅。师尊，这是本月宗门账册，靠着您传授的经商之道，我在中州大陆开了数家灵石商号，不仅能覆盖宗门开支，还赚了盆满钵满，天地财宝无数。师尊，这是本月宗门建设账册，照您吩咐，炼武场、丹房药园、炼气场均已修建完成。本月又新增100名弟子，已按他们特长分到各处了。你们做得很好。师尊该用饭了，都是照着师尊口味做的，
师尊常常喜不喜欢？太丰盛了。这算什么？我们还没钻满汉全席呢。师尊请看，多宝阁天级极品防御法宝广袖灵仙裙，号称天下第一裙。师尊试试。我记得此裙只有一件，抵得小宗门1年花费。你们花了多少灵石？花多少灵石都值得，师尊值得最好的。就是，听说师尊爱酒，师尊尝尝。1个月只有1瓶，你怎么抢到的？也就花了1年的灵石俸禄，外加一个天级法宝而已。光是这些可不够，桃花酿趋之若鹜，叶修愣是天天一大清早就去观澜居掌柜门外跪，跪了1个月才感动了掌柜。大师兄，这是我这个月的灵石，放着吧。大师兄，这桃花酿好香啊，我可不可以？出去，莫要叫我雅兴。是，曾经我在天眼宗拼尽全力求一个家，想不到离开天眼宗反而得到了。师尊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师尊是担忧我们乱花灵石吗？师尊放心，这些都是我们用自己的月俸，还有炼制的丹药法器换的。你们很好，我是担忧你们舍不得给自己花，咱们守着灵矿，灵石有的是。是啊，灵石管够，修行资源就管够，现下方圆千里都是咱们凡人宗的势力。如此一来，天眼宗也该察觉，须得提前防。你二人附耳过来，弟子明白，这就去办。守着灵矿不到3个月，我已金丹了。只要突破元婴，货宝就能正式化龙了。可恶，这都3个月了，为你那么多天材地宝，你一点动静都没有，孵不出灵兽，我的修为才到筑基初期，连前世都不如。小师妹，我和师尊来看你了。师尊，大师兄，都3个月了，怎么你的修为毫无长进？这些时日你都在做什么？奇怪，我只一节剑都筑基元吗？小师妹全身神武，怎么一点动静没有？前世师尊以我为傲，对我半句重话都没有，今生却这般冷言冷语。师尊容禀，这3个月徒儿一点也不敢怠慢，天天敷着龙丹，可是龙丹一点动静也没有。我本想先把凤凰孵化，可后来大师兄给我的法宝和灵石越来越少，修行速度就更慢了。怎会如此？是你眼红血肉，克扣灵石，冤枉啊！师尊有所不知，有个散修在碧梧村创立凡人宗，天眼宗周边上百个村镇都脱离本宗，转而供奉这位散修，那灵石药材全都断供，就这些灵石法宝也是我精打细算挤出来的。难怪今日本尊察觉道基不稳，原来都是这些背信弃义的凡人。从前顾城替我打理门中事务，我只需潜心修炼，何须受这等委屈？如今吃力不讨好，还耽误休息。顾城，你到底去哪儿了？哼，区散修也敢跟天眼宗抢信徒？蒙剑，你速速下山，将那散修驱逐，教化村民。徒儿遵命。碧游村，前世顾正在那附近发现了灵矿，若我提前发现，献与师尊，岂不是大功一件？师尊，大师兄为助我修行，操劳太多，徒儿感念，想陪大师兄一同前往，助一臂之力。还是小师妹贴心。也好，本尊要闭关一阵，你们办完此事，便前往东周大陆历练，参加1年后的仙灵秘境试炼，也好提升修为。是。这是为师神石，以防身用。谢师尊。灵矿就是这里。大师兄，我似乎感应到下面有什么东西，不如我们下去看看。也好。此处竟然有这么大一座灵矿，小师妹，你真是我们天眼宗的福星。我也只是偶然感应。大师兄，这座灵矿有多大呀？拥有此矿，足够我们天眼宗成为9州大陆一流宗门。
住手！你竟有天级法宝！区天级下品法宝，我们人手好几件。好几件。我身为天野宗大师兄，都只有3件天级法宝。此处乃我凡人宗灵矿，非我宗人，速速离去。凡人宗，此地方圆千里都是天眼宗辖境，哪儿来的凡人宗？方圆千里都是我们老百姓的，我们供奉凡人宗，此地便是凡人宗的辖境。就是啊，天眼宗哪来那么大脸啊？不知羞耻！连一个凡人都有天级法宝，这些本该是我的，愚蠢凡人！正道宗派就在眼前，不知小心供奉，竟对一个蝼蚁散修感恩戴德。何方宵小，还敢对我师尊出言不逊？什么正道宗派，他在凡人身上吸血，不知感恩戴德，我看早晚完蛋！冥顽不灵，找死！我的剑！找死的是你，顾顾征。他居然没死！3个月了，修为一点长进没有，看来一个蛋都没孵出来啊！我当是谁在这儿卖弄玄虚？原来是天眼宗的弃徒啊！弃徒？你们还不知道吧？你们这位师尊其实是被天眼宗赶出来的废物，丹田尽碎，毫无修为，根本带领不了你们修仙。师尊真的是弃徒吗？对我很好。现在知道真相，还不迷途知返，归顺天眼宗？罢了。你们若想离开凡人宗，此刻就可以走。你放屁！我师尊人美心善，是胸怀百姓的仙女，一定是你们天眼宗龌龊，欺负我师尊。就是，天眼宗哪有好东西？师尊，你都受了什么委屈？徒儿们给你报仇！你们都傻了吗？信一个散修，不信我们？信你个球！师尊教我们法术，护我们周全，你们天眼宗只会忘恩负义。原来被人维护的感觉这样好。不是我被天眼宗赶走，而是我看不惯他们的做派，主动抛弃了天眼宗。你敢立天道誓言，说你没有撒谎吗？原来你是在造谣啊！真是无耻！天眼宗果然都是一群畜生，你是畜生中的畜生！你敢骂我，找死！怎么可能？你不是修为尽废了吗？莫非那日山中悟道，招来天来的人是你？我说呢，你个凡人废物，哪来的天赋异禀？定是仗着灵矿买了法宝。我师尊修为早就……顾征，你真是越来越蛮横了，怎么能打人呢？先动手的不是你们。如今他手握灵脉，若是归顺天眼宗，与我大有益处。他心中有怨，我当为他解开。你说的没错，此事是雪柔不对。大师兄，你怎么能替他说话？住口！犯了错就要认。前世江横剑对我不敢有一句重话，恨不得把我捧上天。今生他竟为了这人训斥我，顾征，我要你死！顾征，从前是我疏忽了你，不知道你在天眼宗过得那样苦。现在我都知道了，师兄错了，今后师兄全都改了。只要你回来，我一定对你好，护着你，我们一起修行。你真的知道错了？糟了，难道师尊真要回去？顾征要回天眼宗，那我怎么办？当然，师兄对天发誓。回来吧。你不是知道错了，你是知道刀砍在自己身上太疼了。什么刀？我只是心疼你。心疼？从前我住破屋，忍饥挨饿，生出灵石法宝给你的时候，你不心疼；我放弃修行时间，替你打理宗门事务，你不心疼。现在这些落到你头上了，你想起来心疼了。好啊，我还以为你真心悔过，原来想骗我师尊回去，好继续给你们当牛做马。白日做梦！自私自利的伪君子，从前将我师尊视若草芥，现在报应来了。畜生，给别人当垫脚石的滋味如何？你住口！闭嘴！我受过的苦，你要百倍千倍的还。这牛马还是你自己当吧，一定把你活活累死，憋屈死！大师兄，动手吧，他已经不是我们的同门了，你对他好，他也不会领情。我已筑基圆满，他最多练习修为，绝不是我对手。顾征，我顾念旧情，放下身段求你原谅，你偏偏不知好歹，纵容徒弟羞辱我，胡闹也有个限度。今日我便再废你修为，给你个教训。
哼，废我的修为！怎么会这样？你已经修成了金丹？什么？他是金丹？这不可能！他一个反骨废物，怎么修得成？我师尊既是天才，又勤勉刻苦，哪怕碎丹重修，也能飞升成仙。你们手握天才地宝，也不过筑基，才是真废物。这样恶毒之人，就该给他个教训。从前你用我的灵石增长的修为，也是时候全部拿回来了。我的灵力，我的修为！大师兄，你的境界在飞速掉落，只要练起1层了。还没完呢！我的手，我的脚！哎呀，手脚筋脉全断，你可再难修炼了呢。顾正，你好狠毒！狠毒，不过是以牙还牙罢了。从前你们是如何对我的，你不是最清楚吗？我要杀了你！杀了你！杀我！你怕是没这个机会。这次轮到你们了。师尊救我！师尊，顾铮就是作乱的散修，他占了我们的灵矿，还废了大师兄的修为，你快杀了他！孽障，找死！看来他也把你当蝼蚁。这救命符只给陆雪柔，从未想过你。师尊，你……师兄，你别听他胡说，师尊这就为你报仇。只来了一抹神石也想报仇？师尊正在闭关，他老人家可是化神境，只一抹神石也足够灭杀你了。闭关？看来你失了凡人供奉，道基动摇的厉害呀！住口！本尊这便让你灰飞烟灭！列阵！早防着你们呢。不好，出现雷阵，快走！杀！孽障，待本尊出关，你必死！还是师尊机智，早早命我等设下阵法，以后见一次打一次。他们已有防备，不会再轻易入阵了。下次遇见，便是正面对决了。那可如何是好？听闻清玄是化神境的高手，此次灭他神石，令他重伤，至少得闭关1年方能恢复。在他出关之前，我修为胜过他不就好了？霍宝想要真正化龙，还需先灵秘境里那件神级秘宝。秘境危险，我们陪师尊一起去。你们留下，好好修炼这些功法，照我之前安排的计划做。带我回来。遵命。师尊安心，弟子定当潜心修炼，壮大凡人宗，绝不给师尊丢人。柔儿果然天赋异禀，不但孵出凤凰，还从筑基一跃金丹了。还要多谢师兄将珍藏的灵石法宝全部相赠，我才能突破呀。结丹算什么？前世靠着凤凰指引，我在前往秘境的路上便收获无数法宝，直接元婴了。可恶！今世我明明拿到奴丹，为什么修为远不如前世？可惜我修为尽毁，你会当我是拖累吗？要不是你有一节剑骨，还有利用的价值，我早将你扔了。怎么会？大师兄恩情，我感激在心。这次秘境，我定会为你寻得恢复法宝。还是你善良贴心，不像古正的毒妇。你错了，顾正是对你最好的人，可惜你已经彻底失去他了。等到雪柔在秘境拿到宝物，助我恢复修为，我定要将古正碎尸万段。大师兄，我的凤凰感应到法宝就在前面李家庄，我们上路吧。好。陆雪柔，你也尝尝法宝被人抢光的滋味吗？等我将这一路上的天才地宝收齐，定能孵化神力。到那时，我要将顾铮那个贱人削成人棍。
怎么没了？是谁抢走了我的宝珠？柔儿莫慌，兴许是巧合。既然有凤凰指引寻宝，我们快去下一处藏宝地吧。还好这个最强的天机极品法宝没被歹人发现。咦，怎么多了个盒子？柔儿，快打开看看。这是顾铮的字迹，原来这一路都是他抢走了你的宝物。贱人，我要你死！柔儿莫急，仙灵秘境中天级宝物众多，就是神级也不少。若是得到几件神级法宝，便能弥补这一路的损失。前世那贱人走了狗屎运，在仙灵秘境中得到神级极品仙草淬魂草，自此孵化神龙，境界大增，这才能在九州大比胜过。看样子顾铮也要去仙灵秘境，听闻你本家陆仙宝也要参加，届时再好好收拾他。我表哥已经修书给我，他已带着几位陆仙宝元婴长老在仙灵秘境等我了，届时定会为我出气。霍宝终于化龙了，仙灵秘境即将开启，只要拿到淬魂草，你便能如前世一般淬炼神魂，从灵兽白龙到神兽金龙了。我乃九州大陆仙道联盟的长老凌霄真人，前来主持今年的仙灵秘境。拜见凌霄真人。顾铮，这淬魂草我要了，你的命我也要了。我果然没有看走眼，某些人出身卑贱，骨子里就心狠手辣，残害同门，哪像小师妹血统高贵，还人美心善，不顾生死闯秘境，为我寻药医治。善，他之所以还留着你，不过是因为你内接剑骨，对他还有用罢了。前世你怂恿清玄挖我心脏，这一世马上就轮到你自己了。大师兄，别听他胡说，他能想到挖人骨头修炼的邪修法子，定是他自己就这么干的。柔儿说的没错，难怪你短短1年修为大涨。仙灵秘境只为有天赋、有能力的青年才俊开启，想要进入秘境，先要通过仙门测试，25股灵以下达到筑基方能进入。测试第一者可带出全部宝物，其余人需上交3成。你们谁先来啊？华山宗弟子前来一试。筑基初期通过。弟子沈寒烟前来一试。不愧是仙道盟主的女儿，年纪轻轻就结丹了。真厉害呀！陆仙宝少主陆萧前来一试。陆仙宝前途光明。天眼宗亲传弟子陆雪柔前来试炼。你才20来岁，便已金丹圆满了。什么？金丹圆满？我家雪柔全身仙骨，修行速度岂能以凡人度之？昨夜服了陆仙宝的神迹灵药，便从金丹初期直接金丹圆满了。天哪！作为一日仙灵，这也太厉害了！不愧是神奇护人，大家谬赞了。秘境危险，不如和雪柔结伴同行。好，陆姑娘真是人美心善，带上我。不光人美心善，还实力强大，定然是今年的第一。
何止第一？陆师妹堪称九州大陆百年难遇的天骄。重活一世，我还是那个唯一的天之骄子。顾铮，即便你好不容易结丹，区区凡人蝼蚁，永远追不上我。官会装腔作势，拉帮结派。凡人宗掌门顾铮前来试炼。这怎么可能？你竟然是元婴修为！他怎么又破境了？这是500年难得一遇的天才吧？何止500年，九州大陆灵气稀薄，破境艰难漫长。如此年轻的元婴修士，1000年难得一见。没错，古往今来，除了万年前那位飞升的金仙，你是第一个20股灵变成元婴的天骄。如此天骄，说不定就飞升了。现在还不赶紧报警大会啊！我是掌门，我是一代宗的华山宗的。这些人全部都攀附起顾铮来了，连沈寒烟都上前结交了。贱人，他故意抢我的风头，现在所有人都围着他转了。他不是修为尽废吗？究竟为何修炼如此之快？我明白了，不知顾掌门师承何处？他是我天眼宗弃徒，虽然元婴，却用卑劣手段修炼邪功而成的。啊，什么邪功？诸位冥界，顾铮叛逃师门，修炼邪功，他心肠歹毒，废了我大师兄修为，还差点杀了我。来秘境的路上，还抢走了我所有的机缘。求大家为我做主，铲除妖邪！我还当什么天才？原来是心狠手辣的妖邪！柔儿莫怕，今日各大正道宗门都在，仙盟长老也在，定会为你主持公道。对，铲除妖邪！铲除妖邪！若是妖邪，定不姑息。还想抢我的风头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！白莲绿茶那套，果然还是来了。秘境危险，表哥还是带上师姐吧，不然师姐又要生我的气了。切，如此心胸狭窄之人，让他自己一个人在秘境里自生自灭吧。就是，谁要带上他？我没有。前世你带领众人孤立排挤我，这笔账现在该清算了。你还真是撒谎成性，明明是你天眼宗轻视凡人，拿我当你修行的垫脚石。我不愿就范，自废修为离开。什么？看不起我在山下发现灵矿，自立门户。你师兄想骗我带着灵脉归顺，我不肯，便要废我修为以示报复。可惜修为太低，被我以牙还牙。这种小人就该打回去。再次见面，你眼红我天赋异禀，重获修为，怕我抢了你的风头，借清玄之手想要灭杀我，却被我以彼之刀还至彼身。行凶作恶的是你们，败惨的又是你们。真相既然是这样，是啊，不是这样的，惨了！明明你修炼邪功才是事实，否则短短数月，你怎么能碎丹重修，修为大增？凌霄长老，除魔未到是仙盟之责呀！修为尽毁，我失去灵兽，除了修魔，你不可能升得这么快。哑口无言了吧？你可真蠢！我守着一座灵矿，修行当然快。哎呀，这一路我还运气爆棚，走到哪儿都能遇到机缘，收获神奇天才地宝，你说气不气？那些都是我的机缘，是我的灵兽为我探查的，都被你捷足先登了。你是第一天修仙吗？无主的天才地宝，谁得了就是谁的。怎么，只许你神奇后人靠着陆仙宝的灵丹妙药，境界大增，不许我们凡人天赋异禀，勤学飞升？原来你是眼红，看不得别人胜过你，比你更出彩啊！神奇后人这么霸道啊！脸夫原来这么强！凌霄长老，我敢立下天道誓言，未曾修炼邪功，如有假话，立遭天谴，身死道乡。您问问他，敢不敢立誓？你不敢，是你在说谎。天眼宗好歹也是一流大宗，想不到竟都是这种人。这个陆雪柔看不起凡人，还睚眦必报，快离他远点！你们，前世我明明众星捧月，现在却人人喊打，都怪你顾铮！你的报应还没完呢。凌霄长老，陆雪柔和陆萧无凭无据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损我清誉，还借刀杀人，妄图让您沾上一条人命，此等狠毒之辈，有资格进仙灵秘境吗？把我当猴耍是吧？长老饶命！还请长老三思。雪柔可是神奇血脉，我师尊的亲传弟子，他老人家已经化身圆满，
即将破境了。是啊，雪柔还是我陆仙堡的人，我陆家老祖可是九州大陆最后一个飞升的神，大家同为仙道联盟，长老三思啊。道理讲不通，便直接拿血脉和宗门来压人了吗？林夏长老，算了吧，打狗也得看主人。联盟2大宗门压着，神奇血脉的高贵，您可承受不起。最烦你们这些自命高贵的神奇后人！今天这条狗，我想怎么打就怎么打。你骂我是狗？骂你怎么了？我还打你！柔儿，你的灵力正在溃散，从金丹圆满掉到金丹中期了。陆雪柔心术不正，废你3层修为以示警戒。天眼宗和陆仙堡众弟子一味袒护罔顾法度，今日我就替你家上辈好好救救你们。今年秘境所过，全都上交一半。再啰嗦就别进去。我宣布，今年的试炼第1是凡人宗的顾铮，所有收获全可带走。仙灵秘境已经开启，遇到生命危险，可捏碎玉牌离开秘境，同时也视为放弃试炼。柔儿莫急，此情我带了陆仙堡秘宝和阵法，可助我们暂时升至元婴。等到了里面，用阵法设下埋伏，加上你的上古神兽，杀掉顾铮，易如反掌。多谢表哥。之后我拿到淬魂草，孵化神龙，便是九州大陆第一天骄。从前还说倾心于我，现在当着我的面就卿卿我。好戏还在后头。霍宝，该你露露脸。就是这里了。晚辈顾铮，拜见玄机仙尊。是你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奇怪，哪来的又？难道前辈知道我重生的事儿？想要拿到我的传承，需要回答我的问题。前世没有这个环节啊。你为何修仙？为了争一线生机。身为凡人，总被所谓神奇后人轻视，被宗门当作垫脚石。我要修成金仙，我要证明凡人不比神奇后人差，让九州大陆从此不敢再轻视凡人修仙者。有志气，我喜欢。莫说神奇后人，便是神奇本身，庸才也多得很。此方天地大劫将至，也许你会成为那一线生机。大劫将至，前世金仙什么都没有说过。前辈，所谓大劫指的是什么？天机不可泄露，借我传承，须以天下苍生为己事。你可愿意？晚辈愿意。临别之际，再赠小友一件礼物，此物名唤万魂幡，可吸一切阴煞之气。多谢前辈。小不点儿，功法法宝尽传于你，叫我一声师尊不为过吧？徒儿拜谢师尊。记住，一剑吞天，万天神魔皆可斩。接下来该去找淬魂草。古战场尸横遍野，戾气深重，未避免滋生业障魔气。天道在此孕育淬魂草，超度亡魂，指引他们入轮回。所以，淬魂草能淬炼你的神魂，助你脱胎换骨。顾铮，你果然来了。这是血灵阵。没错，我陆家镇宗秘宝落入此阵，便是化身境也不得脱身。何况你才刚入元婴，开启阵法，需拘禁数万凡人生魂，将他们化为恶鬼。数万生魂再也不能转世轮回。此等丧尽天良的邪恶阵法，却被你们当作镇宗秘宝，就你们也配自称正道宗门？我呸！凡人多如蝼蚁，贱命都不值钱，何况生魂？就是，我们可是神奇血脉，你们这些凡人能当我们的养料已是荣幸，偏偏出口还想以下犯上，今天就让你灰飞烟灭！凤凰。有凤凰神兽的灵力加持，此阵威能更增100倍。我要把你磨成齑粉，这便是你们的全部力量了。死到临头就别逞强了，
你现在自废修为，跪下求饶，说你愿意永生永世做我的奴隶，我便考虑留你一缕残魂。哪里来的狗叫？真是吵死人了！你敢骂我们是狗？骂你们都辱没了猪狗。这怎么可能？血灵阵竟然被破了！万魂幡乃金仙的法宝，破你的血灵阵易如反掌。那又如何？你的灵力已经被血灵阵吸走了不少，此刻不是我们的对手。父皇，给我杀了他！霍宝，出来！上古神龙，这怎么可能？上古神龙，这怎么可能？他明明在我这里。啊，这龙蛋是死的。没错，上古神龙的血脉早就死了。霍宝本是凡间一条锦鲤，鲤跃龙门成为灵兽，跟我一样天赋异禀，不是神兽，胜过神兽。我的凤凰！想不到啊，听说你把凤凰养得这么受宠，连霍宝随便一爪都抵挡不住。难怪拜师大帝，你故意把龙蛋给我。我为了孵出龙蛋，把所有天材地宝都填了这个无底洞，养不了凤凰，修为连前世都不如，就连师尊和大师兄都没前世那么宠我了。原来都是你的算计，你一直在坑我。对，我就是坑你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重活一世，耗费全部心力，到头来是一场空，活得还不如前世的滋味，如何呢？我杀了你，凭你也配？柔儿，好闹快！早早入了轮回吧。醉魂草。刚才净化生灵，消耗太多灵力，等出去再给你淬炼神魂。大家快跑！我来定号。不愧是仙道盟主，确实有担当。前世大比之中，他以炼气师的身份一灭第二，把陆雪柔气得半死。你没事吧？多谢顾掌门救命之恩，举手之劳罢了。生死之际，你不顾性命也要维护旁人，值得救。恳请顾掌门收我为徒。你贵为仙盟盟主之女，又是神奇后人，我一介凡人，你要拜我为师？神奇后人又如何？修仙论的是实力高下。您20几岁便已元婴，还能收服如此强悍的神兽，便是我父母也望尘莫及。可您却没有蔑视弱小，依然选择搭救我。人品和实力兼备的师尊，韩言不想错过，请师尊收下徒儿。难得一个不骄不躁的神奇后人，沈寒烟人品好，又有潜力。正好我宗门缺少炼气长老，你与家中长辈说清楚，须得他们同意。我可不想莫名其妙得罪仙盟。凌霄这人是我小姨，他若知道我要拜师，一定很高兴。此地不宜久留，先出去。是。小姨，我有事要同你说。这条龙，我一定要得到。霍宝，吞了它。果然淬体成功了，以我刚刚破境，还需立刻巩固。陆萧哥哥，你带着陆仙堡长老们埋伏好，待我引出那贱人。金龙，你又破境了！此兽天赋异禀，更胜凤凰，我一定要得到此兽。我不是来打你的，你看这是什么？这是我先祖飞升时留下的圣物——琉璃荷花灯，它可滋养灵兽，使其修为暴涨数倍。
九州大陆万年来只飞升了一位金仙，顾征一介凡人，资质有限，这辈子最多化神，绝不可能飞升成神，更何况带上你呢？只要你跟我结契，我必定全力托举你飞升化形。你若是同意，便游过来，我们滴血为契，可好？这个没问题。凤凰已经死了，就算不死，我也会跟他解除契约。从今往后，我只养你一个，快快与我结契吧！果然，谁能逃得过化形飞升的诱惑？顾征，我能给的你给不了，神龙最终还是我的。啊！你干什么？啊！我和霍宝生死与共，他就是死都不会与你结契。你们故意耍我！就耍你。怎么了？你们看看你身后是谁？凤凰，你不是已经死？难道你不知道凤凰会涅槃重生吗？小凤凰，你一重生就来寻救主，可惜他一点也不想要你。我不是。凤凰，给我回来！哎呀！偷鸡不成蚀把米，现在你一个神兽都没有了，都是因为你！大胆陆雪柔，仙灵谷禁止私斗，已经敢杀人夺宝。我没有，明明是他自己，还想狡辩？我亲眼看见的，我那掌根本没有击中他，是他自残陷害我的，真是可笑。顾掌门怎会用自己的性命来害你？你可真是心肠歹毒！若是顾掌门害你，应该他去找你，怎么是你来此处找他？杀人不成反而诬陷别人，恶人先告状，无耻至极！今日我就代替你师尊好好管教你，按仙灵谷的规矩，罚你入雷阵受刑3日。3日雷阵，我的金丹会碎的。人品不佳，再高的修为也成不了仙，不如长长记性。凌霄长老且慢，我等都可以作证。柔儿根本没碰到顾掌门，未曾杀人夺宝。哦，那你们这么多人大晚上跑我这儿来是为了什么？总之，你们不能把人带走。我还就带走他，有本事你们告到仙盟去，正好再说说秘境谷战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。不好，仙盟若是知道我们在秘境挑战顾掌门，必定降下重罪。啊，是晚辈糊涂。柔儿，你先好好反省，我回去找家主，想办法为你求情。表哥别走。前世整个陆仙堡以我为重，今生却将我当作弃子，老实受刑去！顾征，你别得意，我是冤枉的，是你自伤的。我知道啊，只有冤枉你的人才知道你有多委屈，可惜别人不知道你。前世你不就是这么对我的吗？现在报应反噬的滋味如何？我要告到仙盟！真是天真，没有人会为你主持公道，这委屈你就受着吧。为什么重活一世，我所有的天才地宝，我的风光都被你抢走，就连那些宠我的人都不宠我了？为什么？因为你还不够强。你是谁？你是谁？我是可以让你变强的存在。你是魔器，我乃神奇后人，绝不和妖魔为伍。是吗？那你就要永远被顾征踩在脚下了，真的甘心吗？其实神和魔没有区别，都是掠夺别人，壮大自己。只要你跟我合作，我保证让你把顾征踩在脚底。你依然是九州大陆唯一的天骄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凭我不是一般的魔，而是上古魔王。凭我现在就能救你出雷阵。好，我跟你合作。太好了，我等待万年，终于等来了机会。我教你吞噬大法，是你以最快速度爆动修为。现在给我找个底子好的修士。我知道该找谁。谁？师妹，你从秘境里出来了，找到助我恢复修为的宝物了？没有。我掏出全部家底助你提升修为，你怎么这么没用？别急啊，
我想到了让你立刻提升修为的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你快说！师兄已经是废人了，留着剑骨也没用，不如给我，你我交融，我的修为便是你的修为。原来古城说的都是真的，你竟杀我取骨！若不是你这剑骨有用，你以为我为什么要带着你这废物？这可是跟你学的。前世你就是这样弯了顾征的心来取上我神龙的。前世，别装了，你我不过相互利用，各取所需罢了。你以为我是顾征那蠢妇，会相信你假装的温情？我真蠢，竟选择你，舍弃了真心待我的顾征。怪只怪你自己贪得无厌，你不配得到真心对待，死在我手里就是你应有的报应。我的修为达到元婴了，顾征，你给我等着！昨日多谢二位仗义直言，不过我确实使了一些手段。其实我看出来了，不过就是要宠师尊，气死陆雪柔那个绿茶。他二人本就在秘境中杀过你一次，左右我们来时见陆萧等人埋伏在湖边，也不算冤枉了他。现在顾掌门可以收我为徒了吧？你家长辈都同意了。韩爷能有你这样20几岁便已挂神境的师傅，是他的幸运。师尊在上，请受韩爷一拜。徒儿反应倒是快。师尊，咱们接下来去哪？出来这么长时间，也该回宗门看看了。林校长老要去凡人宗看看吗？今日我有要事在身，不便前往。秘境里的魔气逃出来了，此事需尽快禀报仙盟，追查魔气的踪迹。这是大事，改日再去。好气派伟岸的山门，竟然比仙盟的山门还要壮大精美数倍。他们做得很好。师尊回来了，师尊回来了，弟子参见师尊。介绍一下，这位是你们的师妹沈寒烟。沈寒烟，那不是仙盟盟主的女儿吗？师尊真厉害，连盟主女儿都想给你当徒弟。那是，谁不想当九州第一天骄的徒弟？说得好，你这师妹对我胃口。虽然也是神奇后人，倒没有神奇那些臭毛病。修行只论实力，神奇后人也有废物，肉体凡胎也有师尊这样的天骄。说得对，这是你大师姐唐笑，二师兄叶修。见过大师姐二师兄，初次见面没有准备什么好礼物，哪能让你送礼物？该是我们送你礼物。听闻你擅长炼器，这2样东西应该对你有用。天级上品玄铁和天级上品的炼器鼎，我闯秘境才得了一件天级法宝，这也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收下吧，凡人宗有钱的。就是，按照师尊临走时的吩咐，我们又找到了好几座灵矿，搬空了10几个秘境。如今最不缺的就是灵石法宝了。这么有钱，我这是拜入豪门了。走吧，带你见识一下凡人宗。想不到凡人宗这么大，见面也几千里。最开始只有一个小小的碧游村，后来附近凡人和散修听闻师尊的事迹，纷纷前来投靠。现在连这附近的州府郡王都是凡人宗的外门弟子，我宗越来越壮大了。这么多药天灵兽，比我在丹宗御兽宗看到的都多。师尊有令，收留那些资质不佳的凡人，照料药田和灵兽，虽不能飞升，也能延年益寿，护佑家人。芸芸众生都被师尊悄悄保护着，可凡人宗只有师尊一位大能，余下全是新弟子，没有长老教导，新宗派又无根基，如何修行呢？那是丹房、练武场、符箓坊、学宫，还有藏书阁。建制如此齐全，胜过几千年根基的宗门了。师尊说了，每一位弟子都可以选他们擅长的、喜欢的。我眼花了吗？好像看到了异道宗的杜长老，还有丹宗的徐长老，竟然还有剑宗的陈长老。凡人宗除了师尊，还无大能坐镇。遵照师尊吩咐，我们砸了大把灵石，聘请来各宗长老前来因材施教。目前还缺一位炼器的长老，刚好师妹你就来了。做凡人宗的弟子真好，韩言定不负所托。拜见师尊。这哪是什么刚诞生的小宗门，这已经是九州大陆第一宗门了。师尊，有人正在闯山门，是化神境。难道是清玄那老道出关，打上门来了？来了又如何？去看看。
凌霄长老，小姨，您怎么来了？那缕魔气逃出秘境后，一路杀人，我是追随他的痕迹而来。魔气来到了这里。另外还有2件事，陆雪柔从雷阵消失了，而客栈的江恒剑死了。看痕迹，他被剜了剑骨。前世他怂恿清玄对我剜心，今生被陆雪柔剜心取骨，真是天道轮回，报应不爽。单凭陆雪柔自己还逃不出雷阵。你是说那缕魔气找上了陆雪柔？很有可能。我现在当务之急，必须立即找到魔气，不能再让它壮大。这不是一般的魔气，而是万年前魔王的一抹神识。难道玄机前辈说的大劫将至，是指魔王重生？陆雪柔若是跟魔王狼狈为奸，为何一定要回这里？难道说他是来找师尊寻仇的？师尊，古正与魔道勾结，修炼邪法，在仙灵秘境，他抢走了我的龙蛋，还杀了大师兄，更将魔气出逃的事情栽赃在弟子身上。弟子在雷阵中受尽折磨，差点修为尽毁，求师尊为我做主。凡人就是卑鄙无耻，我定要将那孽障碎尸万段。趁着清玄不在，你赶紧在天眼宗布置吸血大阵。现在你已经元婴中期，若能吸食整个天眼宗的灵气，便能升到化神了。只能升到化神？清玄这个废物！前世顾铮在时，天眼宗何其壮大，弟子数千，现在不过几百，都不够我吞噬升级。不过能在九州大比上杀掉顾铮，足够了。这是凡人宗，竟然比天眼宗气派10倍。哼，他不过凡人蝼蚁，怎能做到如此？定是勾结了魔道。何人胆敢闯我山门？他竟成了一宗之主，比我这个师尊还要气派。若将顾铮收归，我天眼宗岂不是一夕壮大？孽障，你来的正好。住口！我师尊一门宗主，岂容你喝马？你是仙盟盟主的女儿，当年我极力劝你入我门下，你不肯，现在居然拜她为师。正是，你有眼无珠，不识天骄。我可是慧眼识珠，找到一位好师尊。糊涂！神奇后人岂能拜凡人为师？凡人又如何？修仙看的是实力。我师尊天资卓绝，对待弟子因材施教，他座下弟子皆有建树。莫说凡人，便是世家子弟，谁不想拜入凡人宗？说得好，你会后悔的。拜入你门下才后悔。你空有一截仙骨，枉为一门宗主，却连有教无类的道理都不懂，视凡人如蝼蚁，逼走了最有天分的徒弟，反倒把与魔为伍的邪祟捧在手心。天眼宗，他是毁在你手里。你住口！小师妹战斗力这么强，不愧为我凡人宗亲传弟子。顾铮，你若现在带着凡人宗跟我回天眼宗请罪，我便饶你一命。老匹夫真不要脸，一个寒酸小宗门还想拖我凡人宗，做梦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竟然化神了！是啊，你一个有仙骨的人，化神尚且花了300年，而我只需3年。这怎么可能？那又如何？我以大成一个邪修化神，注定被老夫抹杀。你失了凡人供奉，这大成境界本就不稳。另外，谁说我是一个人？众弟子开启护山大阵。我们花了上万天机法宝打造的大阵，能硬刚大成初期修士，这钱花的值。老匹夫，你怎么不过来了？你以为上次的亏我还会再吃吗？你敢出来吗？不是你前来挑战吗？怎么，堂堂大成期的一宗之主，连我凡人宗的门都不敢进吗？你清玄，凡人宗已加入仙盟，你公然杀一个有宗长，违背仙盟条约，是要与整个仙盟为敌吗？凌霄阵，哼，我还没找你算账，公然勾结包庇邪修，还陷害我弟子，我还没找仙盟算账呢。老匹夫，包庇邪修弟子的人是你吧？看样子陆雪柔已经回到天眼宗了吧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你躲得了一时，躲不了一世。待到九州大比，我定要在天下人面前揭穿你的真面目。那我拭目以待，也让天下修仙者看看你有多么眼盲心瞎。哼！你确定九州大比那天，陆雪柔一定会来吗？她一定会，赢我是她的心魔。清玄老贼把壮大宗门的希望全部寄托在陆雪柔一人身上，笃定陆雪柔一定会飞升成仙。那我便让他彻底梦碎。即日起，全宗上下潜心修炼，
全力准备九州大比。是。半年未见，你又精进了。虽然修为精进，可不知为何，霍宝还是不能开口说人话，更别说化形了。或许是和九州大陆灵气空虚有，你可知数万年来都无人飞升上界，众多大成巅峰的大能都在渡劫中陨落了。可玄机前辈不就是万年前飞升金仙的吗？你也说是万年前了。玄机仙尊在仙魔大战之中以一己之力镇杀魔王，避免九州大陆陷入毁天灭地的浩劫，如此无量功德，天道也不得不准他飞升，否则即便他修为再高也无法飞升。你的意思是，正常的飞升之道早已被天道关闭，这是为何？我们没有答案。这些年，盟主遍访九州，查阅无数古籍，依然找不到原因。对了，再过几日就是九州大比，盟主让我送来有关魔王的典籍给你，让你有所防范。多谢。也是时候和天眼宗彻底做个了结了。六大宗人，请入甲子上层落座。天眼宗，请入甲子中层落座。清玄这个没用的东西，前世九州大比，天眼宗可是作为前5的宗门，入甲子上层做的。以往都是5大宗门和盟主一起，今年咱们盟主身边还多了一个空座，莫非是什么隐世大能，还是新崛起的大宗？你还不知道，这届大比能够顺利举办，可全靠这位宗主高义啊！此话怎讲？这1年来，魔渊的魔族频频来犯，各大宗门派弟子镇压魔族，损耗海量灵石。仙盟捉襟见肘，是这位宗主自掏腰包替仙盟办起了九州大比。这位宗主真是高风亮节，我辈楷模。不光如此，他也是千年不遇的奇才，堪堪几年时间便从炼气一跃到了化神境。世间竟有如此奇才，那定是全神仙骨的神奇后代吧？不是，他只是一介凡人。凡人？这不可能！怎么不可能？啊，他来了！凡人宗道。顾掌门真威风，跟仙盟盟主比也不遑多让啊！陆雪柔，你果然来了，好大的排场，真给我们凡人修士长脸。哼，他一个成立才3年的小宗宗主，如何有资格入座上宾？还让这么多人等他？实在抱歉，路上有事耽搁，来得晚了。顾征如此出格，今日定会把各大宗门得罪个遍，必成众矢之的。道友这么看我做甚？清玄，你刚才说的什么话？本来大比就没开始，怎么能算顾掌门迟到呢？清玄掌门，眼下我正道宗门需团结一致，共抗魔道，你莫要在这里挑拨宗门关系。你快住口吧！顾掌门莫要介怀，快快入座。若不是顾门主，你今天都不会坐在这儿。多亏顾掌门慷慨解囊，这大比方能办得起来。如此高风亮节，沈某钦佩。沈盟主谬赞，为仙盟出力是应该的。顾掌门真是谦逊有礼，平易近人。盟主，既然都到齐了，请宣布开始吧。是。此次大比，你务必夺得第一，给我天眼宗扬眉吐气。徒儿遵命。这些人把顾征捧上天了，待我将他彻底碾碎，所有荣光都是我的。别忘了，你还有更重要的任务。本次大比因参与人数众多，仙盟设下出示登天梯，各宗凡100岁以下的弟子均可参与出示，登上500阶天梯者，方能参与下一轮正式大比。500，岂不是要结丹修为？看来这届大比人才济济啊，往年筑基中期就能参加了。如此甚好，也让那些妄想飞升的凡人早点认清自己。有的宗门财大气粗又门下都是凡人，终究不堪大用。清玄真人的意思，凡人就是比不上神奇后人了。本来如此，凡人不比神奇后人差，潜心修行的凡人比那些只靠掠夺走捷径的神奇后人更强，在这场大比里走得更远。痴心妄想。
不如你我打个赌如何？就赌两宗弟子在这次大比中的表现、名次。若你输了，就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认你错了，向你门下所有凡人弟子道歉。赌就赌，老夫绝不可能输。要是你输了，便自废修为，向天下人承认凡人就不配成仙。一言为定。顾铮，我等着看你再次变成废物。大比出世，正式开始。丹宗弟子未央淘汰。别怕，往前走。多谢师尊。徒劳挣扎。大比出世结束，下面宣布出世结果。五行宗共10名弟子参加，5名弟子通过。我们这些宗门资源有限，能培养出5个结丹弟子已经非常不错了。哎，是啊。剑宗共50名弟子参加，20名弟子通过。不愧是几千年底蕴的5大宗门，这么多弟子结丹，真是人才济济啊！接下来是天眼宗，共20名弟子参加，20名全部通过。想不到天眼宗竟然也有20名弟子结丹，和我们5大宗门相比也不逊色。参加的弟子全部都通过，这更厉害。清玄宗主，敢问你是用了什么方法教导徒弟？诸位震惊是正常的，我的这些弟子都是神奇后人，不是有一截仙骨，就是有一滴神血。亲传弟子陆雪柔，她更是全身仙骨，他们天资卓绝，自然能通过登天梯。还是神奇后人更有修仙的优势啊！也许清玄道友是对的，我们应该多收神奇后人，不该在凡人身上浪费时间。该宣布凡人宗的结果了。何必自取其辱？你已经输了。结果还没宣布呢，你怎知我宗通过的人数不会超过天眼宗呢？即便你利用人海战术，哪怕超过20名弟子通过，也不是全部弟子通过，还是我赢。你还是听了结果再嘚瑟。凡人宗的结果是……看来结果很不妙啊！顾铮，你还不自废修为认错？不，这是九州大比有史以来最好的成绩。凡人宗共100名弟子参加，全部通过出世。什么？我剑宗100名弟子参加，也只有20人通过。凡人宗竟然100名弟子全部通过，而且这100名弟子包括我在内，仅含烟一个神奇后人，其他全是肉体凡胎。这怎么可能？他们不过是凡人。凡人怎么了？勤勉修炼的凡人多的是，有天赋的凡人更不在少数，只是你瞎罢了。你即便如此，也不可能全员通过，一定是作弊。清玄掌门慎言，登天梯可不会为任何人作弊。敢问顾掌门，您又是如何做到的呢？很简单，给凡人公平，给凡人和神奇后人一样的机会。入我凡人宗者都能得各大宗派的名师教导，受一样的待遇，参加一样的宗门选拔，胜出者参加大比，弟子全都心服口服。确实如此，我就在凡人宗任教。看来我们应该一视同仁，在优中选优。受教了，今后定当效仿。清玄，你口口声声凡人无用，可你除了牺牲凡人弟子，又为他们做过什么？给过他们机会吗？哼，这才刚刚出世，你别太得意。谁赢到最后才算是真的赢？好啊，那我就看着你输得一败涂地。九州大比正式开始。九州大比两对决，入选弟子抽签决定顺序和对手，大比点到为止，不可杀人，胜者晋级下一轮，直至决出第一。柔儿，去吧。弟子遵命。在下，废物！陆雪柔胜。陆雪柔胜。陆雪柔胜。这连元婴巅峰都被打败了，此女已经化神境界了。还真是恭喜清玄掌门得此天骄啊！柔儿修炼这么快，
明明几个月前，不愧是天生坚固，修为非同凡响，神奇后人岂是凡人能及？崇拜我，仰望我吧！我是九州大陆唯一的天才。哎，快看，部长们又晋级了！顾铮，你又抢我风头，该死！此丹可助你破境。多谢顾掌门指点。我也想跟顾掌门比试，就是输了还能得到指导，太值了。凭你也配当顾掌门的对手，还是好好修炼吧。区区元婴，不堪一击。我认输。前世让你侥幸赢我，这个仇还没报呢，去死吧！陆雪柔，不能杀人！你徒弟如此行径，与杀人不眨眼的魔修有何分别？他只是一时失手，你们这么说，未免太恶毒。师尊，我谨记您的话，没有与他纠缠。你做得很好，接下来的事交给为师。本场比试，陆雪柔胜。最后一场，决出大比第一，由顾铮对陆雪柔。凡人对上神奇后人，究竟谁能赢？凡人对上神奇后人，究竟谁能拿第一？我是铁匠的儿子，我还来一道宗当一修呢。修仙靠的是天赋和勤勉。我听说陆雪柔已经是化神中期了，顾掌门只是化神初期，比不了的。终于到了这一天，我终于能把你踩在脚底了。你不配当我的对手。我说的没错，你果然抢了他的上古神龙。神龙？什么神龙？在我宗上古兽蛋孵出的上古神龙，天地间仅此一条。难道陆雪柔还没告诉你，根本不存在上古神龙吗？胡说八道！你勾搭魔头修炼邪功，抢了我天眼宗的上古神龙，才有现在的化神修为。现在竟还不承认，简直无耻至极！看来仙灵秘境里的真相，陆雪柔根本不敢说啊。什么真相？顾铮叛逃师门，杀人夺宝，今日我替天行道。你的凤凰回来了？不对，凤凰已经被你炼化，这是你炼化的凤凰傀儡，已经化身圆满了。去死吧！诺。怎么会这样？这是锁魂簪，顾掌门竟然自封境界。如此说来，他是大成境，怎么可能？他怎么比柔儿升的还快？我师尊本就天赋极高，又勤加修炼，比你那只知道夺人法宝、投机取巧的徒弟强上10000倍。是大成境，你是故意自封境界？不这样做，怎么把你骗起来揍？等等，我认输，你不能杀人。师尊盟主，顾铮修炼邪功，杀人夺宝，难道你们都不管吗？没错，盟主，顾铮和凌霄相互勾结，抢了我宗的神兽，现在还想虐杀我的徒弟，他已经堕入魔道了，应该立即诛杀。外国邪道，人人而诛之。顾铮，你修炼高过我又能如何？只要大家觉得你是魔头，所有人都会联合铲除你，简直就是你的死期。顾掌门，你有何话说？我不必说，是非对错，大家自己看。这是神奇法宝，回溯镜，它能回溯过去发生的一切。我师尊没有杀人夺宝，反而是陆雪柔联合陆萧，在仙灵秘境想要杀我师尊，夺他的灵兽。后来陆雪柔还想伏击顾掌门，被我发现关在雷阵中，没想到他却与魔头勾结，逃出雷阵，一路虐杀修士，现在还妄图在这九州大比上嫁祸给顾掌门。事实如此，我们错怪顾掌门了。顾掌门见谅。什么？雪柔，他们说的都是真的吗？被发现了，那就不装了。不好，
这是魔王的血莲花，那万年魔王的功力已经恢复了50%。若是加上血灵阵，让他再吸到旁人修为就坏了。顾征，你以为只有你有后手？血灵阵，血灵阵怎么没用了？血灵阵需要生符佐证，没有生符，你就只能用魔气标记那些活人，把他们拉入阵。我明明给所有人都做了标记，早防着你们。这里所有人都带着防御妖。师尊，还是你来助我吧。雪柔，我可是你师尊。什么师尊？蝼蚁罢了，能做我的养分是你的荣幸。竟然勾结魔道，你可是神灵后人。那又怎样？我只要变强，是神是魔我都无所谓。倾尽全宗门的资源栽培你，盼你飞升振兴宗门，你竟然……谁要振兴你的宗门？蠢货！你以为我修为怎么长得飞快？就是吸干了你天眼宗的灵气啊！啊！是我糊涂，毁了天眼宗啊！快挖出他的地仙骨，你就能突破化神，飞升大成了。老东西，反正天眼宗已经毁了，你活着无用，不如献上仙骨。清玄，你一生盼着振兴宗门，却被你寄予厚望的徒弟亲手毁，如今连骨头都要被爱徒挖走，感想如何？是我糊涂啊，都是我的错，求顾掌门出手救救我！这是你的报应，求顾掌门拯救天下苍生。谁也别想阻止我！你算什么东西？万魂幡！万魂幡，玄机是你什么人？玄机前辈是我真正的师尊，万年前是他镇杀你，万年后便由我这个徒弟送你归西。你现在在照上送你的人，我还会再回来的。多谢顾掌门高义，挽救九州大陆。多谢顾掌门，免礼。本次九州大比第一，凡人宗掌门顾掌门。我还有一件事要宣布，仙盟本是万年前由玄机仙尊所创，仙尊有言，得他万魂幡者，就是他的亲传，继任盟主之位。还有这事，恭迎新盟主！大家都起来吧。沈盟主，此处交由你上，我还有事。是。陆雪柔之所以回天眼宗，便是要用血灵阵吸干天眼宗全部的灵气。因为你的愚蠢，全宗弟子葬送了性命。怎么会这样？老夫耗费一生心力，只想壮大宗门。壮大宗门，你傲慢自大，轻视凡人，走在一条邪路上。天眼宗走到如今这个地步，陆雪柔不过是导火索，你才是罪魁祸首。对不起列祖列宗，更对不起当初供奉你的凡人。都是我的错，我有罪。老匹夫，前世你剜了我的心，今生该还回来了。什么前世？原来如此，顾盟主，对不起。你不配做天眼宗的掌门，我给你2个选择，要么你自尽，要么被我取地仙武，救活天眼宗。不，你不能！说什么为了天眼宗，真到要你拯救的时候，跑得比谁都快。进来！我的地仙骨。
这是怎么了？既然你背叛了凡人的供养，那便让你转世凡人家的皇颜，生生世世为凡人赎罪吧。贺宝，咱们大仇得报，我答应过你，今生要让你化形飞升的。禀报老祖，九州大比，陆雪柔被顾正一剑杀了，我们的计划失败了。混账！竟敢毁掉我在下界唯一的身世，他便让你永世不得飞升。总算抢下了老祖飞升前留下的法器——琉璃荷花灯。法器只能吸收灵气，不如我的神识分神能吸气运。罢了，灵气也够了，依计行事吧。老祖，您已飞升，现在又要吸干此地灵气，可陆家全族还在下界，陆家的未来……只要事情办成，九州大陆最后一个飞升的人就是你。陆萧定不负老祖期望，将九州大陆灵气带到上界，献给您。我已经将吞天诀练到第9层，为何你还是一点动静没有？别说不能化形，现在更是连话都不能说。师尊，别光顾着修炼了，该用饭了。为师已经是大成境，不必用饭了。师尊是嫌弃我做的饭吗？怎么会？师尊，尝尝这桃花酿。师尊，春光正好，不如我们去游山玩水，放松放松。也该给你们放个假，你们去，为师还要修炼。师尊一定要这么勤奋吗？唐啸，你是不是有事瞒着为师？韩嫣走了，他说此次怕是回去奔丧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韩嫣说，沈盟主已经到了大成圆满，不得不渡劫了。万年以来，所有大成圆满的大能，皆是因为飞升失败便陨落了。除了那位玄机仙尊靠无上功德飞升，九州大陆已经无人能飞升了。我不想师尊太早修炼到大成圆满，那样您就会陨落，是不是？即便会陨落，我也不会停下。凡人修仙本就是与天地争一线生机，纵然凶险万分，无义无悔，不过也不能白死。你们去搜罗一些玄机仙尊的典籍，还有在他之前最后一位飞升者是谁，又是怎么飞升的？是。师尊，出大事了！难道你母亲已经……我母亲修为下降，没到大成圆满也渡不了劫了。修为下降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不光她一个人下降，整个九州大陆大半宗门灵气减弱，许多宗主境界跌落。说来奇怪，近来灵矿的质量也在下降，个把月没见过上品灵石了。莫非天道惩罚此方天地灵气枯竭了？天道惩罚定会提前降下预兆，没有毫无缘由的枯竭。近日灵气受损最厉害的地方是哪里？我母亲说是玉寿宗，那便去玉寿宗走一遭。盟主请看，从上月便是如此。这不可能！这是血灵阵的痕迹。这不可能！陆雪柔已经被盟主打得灰飞烟灭了，连一丝灵魂也不会剩下。但是那日剩下了一盏灯，血灵阵不一定非得魔王和陆雪柔来开启，那盏灯才是关键。灯？没看见什么灯啊！传令全仙盟，所有宗门自查血灵阵，搜索琉璃荷花灯的下落，还有找人专门盯住陆仙宝，查查他们近日动向。是。老祖，仙盟已经察觉，顾正正在调查了。真是块狗皮膏药，必须加快聚灵速度。我还等着九州大陆的灵气破境呢。可仙盟已经开始彻查，各地的血灵阵很快就会被破坏。那就直接带走最后一道本源灵气。老祖不可！您飞升已经偷走了一道本源灵气，再把最后的本源灵气拿走，此方天地就崩塌了。怕什么？到那时你都飞升了，想要变强，你就要学会踩着别人的尸骨往上爬。老祖说的是，此方天地本该就是我的垫脚石。趁那些人还一无所知，你立即办成此事。晚辈这就去，只是不知道本源灵气在何处。本源灵气需有大功德供养，当然是在他那里。原来九州大陆最后一位正常飞升之人，竟然是陆家老祖陆云。是，
不过我母亲说，这位陆家老祖能力并不突出，却不知为何忽然就能飞升。陆家既然出了飞升的老祖，陆雪柔为何还要来天眼宗修炼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陆雪柔的身世也成谜，我们竟然查不到。哦，陆家对外说她是陆萧的表妹，可是陆萧父母都是独生，没有兄弟姐妹，这就更奇怪了，总觉得哪里不对劲。对了，血灵阵查得如何？各宗都已经破除血灵阵，并且严防死守，可丢失的灵气并没有恢复。陆仙宝可有动静？没有，都缩在堡内，只是陆萧不知所踪。全力搜索陆萧下落，务必找到这个人。是。看来关键还是在陆家身上。你想让我看这本？你想让我去一趟？难道货宝不能化形，是因为我练的吞天诀有残缺吗？全本会在洞府吗？罢了，去一趟。听说玄机仙尊一生潇洒恣意，从不留身外之物，他飞升也仅一件衣酒罢了。不知他的洞府会留下什么呢？不愧是金仙府邸，九州大陆如今灵气稀薄，此地倒是灵气充沛。老祖早就料到你会来此，这诛仙雷阵的滋味如何呀？老祖，陆云早已飞升，你们还能联系？是如何联系？废话少说，今日便是你的死期。就凭你？自然不是。这些血棺人魁能发出大成境界的威力，加上此阵，诛杀大成境也不在话下。陆家豢养血管傀儡，也敢自称名门正道？还是说你家老祖根本不是神奇后人？谁说神奇后人一定要当正派？我们可是神奇呀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如此神奇，该死！顾铮也太狂妄了，竟敢孤身前来，那就死吧！哈哈哈哈哈！顾铮死了，被我给杀了，让你失望了。这怎么可能？诛仙雷阵能斩杀大成圆满，你怎么还活着？此阵本就是我师尊玄机仙尊所创，我当然可解。你走不了了，看看真正的诛仙雷阵。回答我的问题，便留你一命。区区凡人，你也配？看来你不想活了。我说，老祖飞升前在陆家密室留下了一面灵镜，能与我们往来传信。那陆雪柔是陆云授意送来天眼宗的？正是。陆雪柔是老祖留在九州大陆的一缕神识。为何要送来天眼宗？老祖想要整个九州大陆的气运，他算到万年之后，这大气运会落在天眼宗一个女弟子身上，便命我们送陆雪柔去天眼宗抢夺。如此说来，我竟是那个气运之女。她既已飞升，为何还要干涉此方世界？因为老祖需要气运和灵气来。老祖，你连我也杀？陆云究竟想隐瞒什么秘密？师尊果然家徒四壁，陆云派人来此，究竟想要拿走什么呢？我知道了，走，带你去干架。顾铮，这里可是陆仙堡，我陆家老祖已经飞升，你要得罪真仙吗？得罪，灭的就是他。陆仙宝修炼邪法，以血灵阵残害生灵，偷盗灵气占为己有，今日数罪并罚，还不快快束手就擒！做梦！我陆家堡神奇后人，区区凡人也敢审判我们，开启大阵！此乃我家老祖亲创大阵，就算你是大成圆满，也破不了此阵。
这怎么可能？你怎么破得了大阵？要么死，要么说出密室。在后山。尔等留下善后。顾铮果然来了，还带来了我最需要的东西。你是说这道本源灵气和我的大气运？我特意留下这道资质最强的身世，没想到天道却将大气运给了你这种凡人。什么最强？你根本不配！你说什么？徒有仙骨，却没有修行天赋和勤奋，天道不会选你这样的烂泥。我猜你能飞升，也是走了旁门左道吧？胡说八道！不过没关系，从今往后，气运和灵气都是我的了。痴人说梦！你不过大成境界，是打不碎我这真仙的本命法器。飞升了上万年，还只是个最低级的真仙，看来你真的很差劲。你找死！你挡不住真仙一击，那就试试看。记住，一剑吞天，漫天神魔皆可斩。原来这就是吞天诀的巅峰境界。你竟然突破大成圆满了！吞天诀第10层。我的灵力回来了！主人，霍宝，你终于化形了，多谢主人。对了，霍宝有重要的事要说。其实我也是重生的。你也重生了？这都是此方世界天道的安排，天机不可泄露。没化形的时候，霍宝不能说话。那你可知天道为何这么安排？知道。主人肩负九州大陆的气运，陆云盗走此方世界一道本源灵气，强行飞升。可九州大陆从此灵气不全，修仙者再也无法正常飞升。长此以往，九州必将崩塌。难怪陆云自知能力差，便想占据此方世界所有的灵气和气运，借陆雪柔飞升上界之机，他便能得到全部。大劫将至，天道选择了主人，为九州大陆天下苍生讨回本源灵气。原来秘境之中，师尊会说大劫将至，我是那个变数。这是飞升劫运，顾魔属大成圆满，马上就要渡劫了。众人听令，从今以后，无论凡人还是神灵后人，各宗一律公平对待。违者逐出仙盟，受天道反噬，谨遵法旨。还敢造次！师尊，你去哪儿啊？为师讨斋去。